和中国玩打地鼠游戏，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成了无家可归的空中游击队。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中国军事专家宋小军过去曾经有一个说法，对美国的军事战略剖析的可谓深刻。他说，美国就是要搞航母本位主义，美国的全球控制能力、投送能力就靠海军支撑啊。海军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航母编队。如果能让美国的航母不安全了，那么美国就会失去一个最重要的战略支柱之一。那么这个观点呢，如今已经得到了解放军的验证。美国在这2年反复模拟推演中，已经感受到跟中国在东亚对抗的话，它的航母编队必然会遇到空前的损失。所以美军呢，为此也搞了一系列对策，比如说闪电航母计划，就是要把盟国的各种小航母还有各种两栖攻击舰都凑起来部署 F-35B， 补充一下美军航母可能遭受的损失。不过 F-35B 的性能本来就不如 F-35C， 而这些闪电航母的数量也不多。而且如果跟中国开打，估计除了日本这么死硬的帮助美国的，谁也不会舍得为了美国牺牲自己那么几艘宝贵的心头肉。所以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要琢磨，没有闪电航母，那么 F-35B 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了，怎么跟中国对抗呢？结论就是要扛着飞机打游击。前2年美国推出了一个概念，叫做远征先进基地作战。2021年2月份的时候，海军陆战队还下发了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一个暂行手册，这么一份指导文件。那么整个概念呢，就是指在有争议的海域内，要部署美国海军的远征部队，执行海上封锁，要支持海上控制，或者对自己的舰队提供支援。尤其是强调在关键的时候，还要在这个周边的水域使用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简单说，就是要把海军陆战队分散成小规模部队，比如团这个级别的，或者是更小级别的，例如无人值守的导弹发射车，分别的要布置到各个区域，形成特征不明显的、能够移动的、成本相对低的临时小基地。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游击队的临时营地。这些营地可以随时准备出击，也可以随时准备搬家放弃。所以美国海军陆战队目前正在南加利福尼亚州彭德尔顿营地研究跟演练如何把 F-35B 战斗机也整合进这种作战方式里。在以前的一些模拟对抗中呢，美军是用 MV-22 旋翼机或者是 CH-53 直升机运输人员、还有器材、弹药、油料等物资，在一个地点上就建立一个微型的远征先进基地。然后呢 F-35B 就可以部署到这些基地上，反正只要铺设一块能让直升机起降的平整地面， F-35B 就能起飞。在这些研究中呢，核心内容不是研究或者是告诉飞行员如何去操纵 F-35B 降落在小空地上，因为这些技能对 F-35B 飞行员来讲都是很容易的技能，大家都会。关键是要确立一整套的作战和管理流程，比如要采用什么样的通讯手段，才能让这些小基地不那么容易暴露电磁信号，或者是如何让 F-35B 落地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再次起飞前的维护准备工作。另外呢，这些基地要配什么样的人员、什么样的设备、什么样的器材，要储备多少弹药、油料，要如何能够完成快速拆解，然后搬上飞机赶紧搬家。因为美国人觉得跟解放军交战，这些基地只要一用起来就很难免被解放军发现，所以他们设想情况就是用了就拆，拆了就跑，不能坐等着解放军的导弹朝自己脑袋砸过来。这种方式呢，毫无疑问会分散我们的侦察力量还有火力，因为有太多的地方可以用来建设和隐藏这种迷你小基地，这就会迫使我们用更多的无人机跟卫星在更大的战区范围之内进行搜索，降低我们的效率。这样我们光盯死美军几头航母肯定是不行了，而且几枚导弹砸一艘航母可能让美军损失几十架战斗机，但是砸一个这样的小基地，可能对方只损失1-2架飞机。看上去呢，就好像是要解放军手里拿俩锤子，面对的是一片地鼠窝，哪个洞口有美军冒头，解放军的锤子就要砸哪个洞口。不过这种打法虽然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麻烦，但是对 F-35B 来讲也意味着效率降低，因为这小基地要频繁的搬来搬去，那么一个部署周期中实际用于作战的出动量可能就很少，很多时间和人力会浪费在搬家过程中。美军呢也必须依靠大量这种小基地去抵消效率的不足。其实当年冷战的时候面对苏联的压力，咱们的机场估计也是保不住的，所以解放军过去也动过这个脑子，
所以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过歼6战斗机改装成垂直起降战斗机的设想。后来在中国和西方的蜜月期里边，还想过购买英国的钥匙战斗机，只不过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美国动这种来回搬家的脑筋了。